李大普，原来黑大帅才是主线隐藏 BOSS， 而且虚无星神即将吞噬同邪星神西佩。本次的黄泉千星祭无作为崩铁史上信息量最大的角色剧情 PV， 不仅暗示了主线即将到来的星神大战，还包含了大量崩山相关的彩蛋线索。有些没玩过崩山的玩家可能会有一定的疑问，午觉这就来带你速通。投币10经验，转发5经验，既可以提升你的等级，也可以让午觉做出更好的内容。3点关注午觉，后续人第一时间获取星球铁道最全套剧。首先，出云和刀天元都出自日本神话，是神的国度。在星铁都市里，出云和刀天元是2颗星球，它们围绕着一轮黑日旋转。出云是黄泉的家乡，后来从刀天元上来了很多怪物，入侵出云星。刚开始人类完全无法抵挡刀天元的怪物，后来人类发现用怪物身躯铸成的造刀可以用来对抗怪物，借此人类铸成12柄刀，发起反攻，并且犯出了现代特技。发展到这里，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故事。然而事情不出意外的还是出了意外，屠龙者忠诚恶龙在击败宿敌后，出云自己就变成了新的敌人，最后被旁边的黑大帅全都养了。这是最表面的剧情，但是大家都知道米哈游的 PV 嘛，肯定藏了一堆细节，比如 PV 里提到出云铸造了12造刀，它们分别对应崩山里的12神之剑。千星游记里，出云斩杀12凶兽，将他们的身体铸成刀；崩山里，人类斩杀12律者，将他们做成神之剑，也就是各种各样的武器。而且发明神之剑的就是牙医的同位体梅博士。12柄造刀对应崩山12神之剑，他们分别是真。对应崩山布尔尼亚，真理之律者，神之剑叫虚通万常，有模拟万物的能力。瓦尔特也曾是理之律者，所以星铁杨树的大招是你是黑洞。虚通万丈甚至有自我意识，化成了奥托的模样，和瓦尔特一起登上了星穹列车。他和瓦尔特一样，是唯二直接从崩山世界穿越过来的。不知什么原因，虚通万丈中途下车，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所以未来可能有虚通万丈的剧情，甚至可能进塔池。说回12造刀，天对应杀手机子的通之律者。明对应牙医的雷之律者。说起牙医，千星祭无 PV 的名字，服饰3000一刀了断就出自崩山牙医大招语音一刀了断，而黄泉大招名称残闷尽染一刀了断也来源于此。蓝对应形式原神温迪的风之律者温迪，烈对应奇安娜心炎之律者，绝对应死之律者，楚河霜对应炎之律者冰之律者，千和参对应千人律者侵蚀之律者，树对应约束之律者。罗刹的崩山同位体奥托正是借用了约束的力量，并对应崩山希尔生死之律者，神之剑叫黑渊白花。而 PV 里也出现了黑渊和白花，对这个名字大家是不是有点熟悉？翻开星铁罗刹的技能介绍，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普通名为黑渊的极次，技能则是白花的起望。那么这里是不是有可能在暗示罗刹的杜香也遇上了黄泉家乡出云一样的情况呢？除了12造刀，出云最后锻造了始终2把刀，分别对应了崩山里死源牙医和中烟奇安娜。还有一个细节，黄泉太大用太刀斩击的动作，或许致敬了崩山死源牙医的大刀动画。PV 里出现的旁白，视频简介里称之为白话怼。西威是秦且德，这里显然是对应了崩山里的凯文。凯文是崩山反派组织的领袖，一直抱着救世的目标，作为崩山的最终 BOSS， 最后被主角打败。而星铁的白话怼应该就是黑化版的凯文。PV 里提到出云为什么要铸刀这句话，捏塔凯文的名台词“鸟为什么会飞”这句话也出现在星铁隐藏成就中。需要参斗者在1分钟内与控制筑梦模特的鸟形装置交互5次以上，就会拿到星球奖励。没拿到的小伙伴会把上号打在东北上。当然，为什么要铸刀这句话不仅仅是玩梗，还是理解黄泉千星游记的关键。黄泉一个人独自走在尸山血海中，旁白问道：“出云为何要铸刀？”黄泉回答：“为救天下。”但是旁白的回应是：“那救世的道路并不存在，明日也无迹可寻。”于是第2次发问。不等黄泉回答，白发队已经把答案说出来了。从一开始，出云就注定走向毁灭，因为黑大帅就在2颗星球旁边。从一开始，黄泉等的努力就是无意义的。历经多少代人类文明的努力，却终究逃不过命运，慢慢堕入名为虚无的黑洞。白话怼的那句猜测告诉了我们，或许在前一个时代，刀天元也曾是人类，只是最后变成了怪物。当意识到这点以后，很多人就陷入了虚无。只能说黄泉真是太惨了。觉得心疼的小伙伴在弹幕上投波1吧。大家仔细品一下这个故事，和特利亚是不是非常相似？都是遇到难以抵抗的天灾，导致特利亚最终也陷入到虚无中，选择放弃抵抗，投身星河的怀抱。虚无的概念太广了，感觉每件事情都有它的影子。难道星铁隐藏的最终 BOSS 就是虚无星神9吗？而且前几天星铁发布的动态里详细解释了虚无令使相关的概念，和其他令使不一样。虚无令使既是虚无的受益者，同时也是虚无的受害者。只要被黑大帅影响，就可能成为虚无令使。黄泉就是瞥见了虚无星神一眼，就成了虚无令使。问题来了，按照剧情走向，我们小灰毛迟早有一天也会被虚无星神注视，难道我们也会变成虚无令使吗？
作为皇权，我们都知道虚无就是一切无意义，那么皇权又何必要铸最后一把刀呢？《千禧游记》PV 最后，皇权列了一首牌句，出自日本著名诗人小林一茶：世界如露水一般转瞬即逝，就像出云这颗星球一样。但是两的然而是一种情绪的转折，是作者对残酷现实的否定。所以皇权没有放弃，他没有真正堕入虚无的深渊，他用自己的血泪铸成最后的造刀，亲手终结了出云这样的星球。这不是为了自灭，也不是自暴自弃，是因为皇权在用虚无对抗虚无，身为虚无令使却反抗虚无，这就是皇权的目的。所以他为什么会出现在皮尤汤尼就很好解释了。皮尤汤尼奉行糖浆主义，我们都知道这参考了美国1920年代的消费主义。在经历大萧条的二战后，西方产生了现代主义，代表精神就是嬉皮士运动。嬉皮士运动是反主流的精神，认为主流价值观黄金时代消费主义毫无意义，希望把它们全部虚无化。或许主线剧情中，皮尤汤尼会经历一场灾难，灾难过后美梦破碎，可能也会踏入虚无的阴影，可能虚无星神最终会吞噬同邪星神西佩。当然，虚无星神本身并不在意这些，但是它本身就像黑洞一样，一旦出现就会把所有人吸进来。这么一想，皮尤汤尼还真是藏龙卧虎啊！我们不仅会面对明面上的同邪星神西佩，还可能遇上虚无星神9，而且作为星野指定反派毁灭星神纳武特也可能会来插上一脚。同时，代表纯物星神特里伯的东斯也在。好在幻域和记忆应该只是尾端，不会下场。或许主线里就有出现星神大战的情节，这么一想还有点激动啊！我要看到血流成河。所以大家觉得哪个星神最强？为什么呢？感谢大家3点多的支持，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啦！